欧盟下手太狠了，把苹果给逼急了。前2天，苹果公司非常霸气地宣布，因为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监管可能会损坏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，因此苹果决定将推迟在欧洲开放 AI、SharePlay 屏幕共享等功能。这个决定让欧盟相当恼火，因为数字市场法案其实就是限制国际巨头，要求这些企业不要搞垄断，要给欧洲的一些小公司发展的机会。结果苹果可倒好，直接把整个欧洲给区别对待了。这下可让欧盟气得够呛，大骂苹果又公然违反了数字市场法案。为啥苹果这么刚呢？其实就是欧盟下手太狠了，苹果被逼急了。比如2022年时，欧盟就要求苹果不能再用 Lightning 数据线；2023年要求苹果数据线不能再限速；今年1月份又要求他们降低苹果税；3月份苹果再次因为限制付款方式被罚款18.4亿欧元；6月份更猛烈，因为苹果限制了 App 免费宣传其他的支付方式等问题，又被欧盟立案调查了。这次限制非常严重，因为按照欧盟法规规定，一旦罪名成立，苹果最高可能处于营收10%的罚款。要知道，2023年苹果全球营收是3833亿美元，如果罚个10%，那么就是383亿美元的天价罚款。如此高昂的罚金，直接把苹果公司给吓懵了，于是才有了苹果的绝地反击。你不是想给欧洲企业竞争的机会吗？行，那我干脆直接退出好了，让你慢慢竞争。这一招精准地打在了欧盟的软肋上。欧洲是工业比美国强得多，但是互联网科技却远远落后于中美，导致了欧洲空有全球第3大市场，但是在互联网市场上却一个能打的企业都没有，全被美国的巨头给霸占了。本来只有互联网被垄断，欧盟还能忍受，毕竟自家还能靠制造业挣点钱。结果这几年数字化技术井喷，5G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，而且技术越来越成熟，已经有了数字化转型的趋势。数字化不仅影响生活，还将影响工业制造。欧盟错过了互联网时代，不想再错过数字化时代，于是他们就提出了2030年数字化转型目标，比如建设遍布欧洲的5G 基站，培养2000万名 ICT 专家等等，帮助欧洲企业向数字化转型。但想要转型和升级，就得先扫除巨头的垄断。因此，欧盟决定向国际巨头开刀。2020年时，欧洲推出了一项数字市场法案，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、苹果等国际巨头都被欧盟点名。一旦发现这几家企业有什么不合规的举动，就会立马开出罚单。Meta、谷歌、高通等公司都被制裁过，而且一罚款就是动辄10几亿、几十亿欧元的天价。然而这些巨头也不是吃素的，换着法子和欧盟玩起了花样。就拿苹果来说大家都知道，苹果公司这些年基本不搞啥创新了，盈利方式就是靠着封闭的生态来挣钱，比如单独的充电线、支付系统和软件抽成等等，就是靠着封闭的系统挣得盆满钵满。因为抽成太厉害了，苹果税也让其他企业非常厌恶，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呀。对于欧盟来说，这不就是垄断行为吗？因此，那必须得严厉打击。于是就要求 iPhone 手机不能垄断数据线、开放支付体系等等。结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欧盟要求苹果换 USB 数据线，苹果就给数据线设置芯片，限制其他品牌的数据线的速度。要求苹果不要垄断支付系统，苹果说影响数据安全，实在搞不过欧盟，干脆就不让其他 App 免费宣传支付方式。骚操作非常多。欧盟看在眼里，既生气又无奈。因此，在3月份，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正式通过后，第一个就拿苹果开刀，连续对苹果多项技术垄断进行调查，想彻底打开苹果的封闭生态。但对苹果来说，这同样不可接受。一旦彻底开放封闭生态，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如果苹果不反击，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跟着打劫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苹果在全球的优势就会越来越低，这才有了苹果的绝地反击。预计接下来欧盟和苹果的对抗力度还会更强，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国那么友善，苹果挣那么多钱，其他国家总是会眼红的。